二公主的男妾想生米煮成熟饭，三公主本想劝说她，一边给她分析，一边心里暗骂。可是小黑已经听不进去劝，为了利益，她只能这么做。三公主此时非常后悔，她想起了小绿。三公主束手无策，只好叫了起来，这叫声很有颜色。可是男妾听到声音后突然停住了动作。三公主正在疑惑，原来是三公主太恶心了，下不去嘴。小黑一边呕吐不止，一边跑掉了。三公主自己身体弱，现在连保护自己都是难题，再加上没有记忆，为了当上女帝，急需解决办法。另一边，一座宅邸里，一声我不嫁划过夜晚的寂静。屋子里一个美男子被囚禁着，原来是他的家人把他卖给了镇上最美的姑娘当续房。早上，三公主又不安分了，喊着想出宫，原因是太无聊了。女子在这个时代家事都不用做，这些活都是男人干的，理所应当三公主府里的家事都是小绿掌管。但三公主是崇尚男女平等的，这一番话打动了小绿的心。小绿答应了三公主出宫的请求，但警告了三公主不要去烟花之地，也就是青楼。可三公主哪是这么想的，好不容易穿越到这里，必须要去看看。三公主为此乔装打扮了一番，真是风流的花花女子。途中问路，正巧遇到巡街迎亲的花轿队，新娘的面容真是粗犷又可爱，实在是无法形容。这个人就是16姑娘，周围的男性都被迷得神魂颠倒。这就是女强的世界吧。嗖的一声，只见花轿里飞身出一个人，这个人就是新郎，看来是后悔了想逃婚。众人想抓住新郎，只有三公主看到了新郎手上的枷锁。新郎在街上跑，官兵在后面追。三公主看完热闹本想离开，可是命运就是这样，新郎飞向了她，把她吓了一跳。风把新郎的盖头吹了起来，里面是一张俊美的面庞。原来他就是上面提到的被囚禁的男子小韩。这把三公主惊艳到了，于是就是见色起意，她站了出来，替男子小韩撑腰。原来小韩家人是直接把他用30两卖了。三公主指出了小韩家人不懂得珍惜，帅哥嫁给丑女不值当。16姑娘当然听不得这话，要用武力解决。小韩让三公主站到后面，抄起竹竿就把侍卫们一网打尽。小韩的武功让三公主吓一跳，三公主平息了小韩的怒火，用300两买下了小韩。两人手拉着手离开了。这位突然出现，手持油纸伞的花美男又是谁呢？三公主和小韩刚逃离婚礼现场，马上就要深入交流。这小韩也是莽夫，这么着急。但是深入交流后要求三公主放他走，他不会当妾的。三公主执意留他，他却拿起削尖了的石头抵着自己脖子。看来小韩是想以死威胁，可见他真的不想嫁人。这更加让三公主对他的喜爱增加了一分。三公主开启勾引模式，让小韩对她言听计从，无耻不离，不让小韩有二心。简单来说就是要小韩的命。当然这是三公主开玩笑的。三公主向小韩表明了自己的公主身份，他们结了盟誓，三公主的命交给了小韩。从此小韩成为了三公主的贴身护卫，二人不离不弃。这是结婚的节奏吗？政府小绿的头顶颜色更好看了。三公主花了300两，这毕竟是大钱。这边小绿马上查到了亏空，三公主自首，拿出了搓衣板跪了上去，并承认自己买了个男人。三公主的其他侧驸马看着来路不明的小韩表现得非常不愿意，再加上小韩的出身卑微，都在正驸马小绿这里哭诉来者不善。小绿看见小韩穿着嫁衣，以为三公主已经和他成亲了，也是吃了一点小醋。三公主连忙解释缘由，其实就是见色起意干的事。小绿本来以为三公主要纳了她当妾，小韩表明自己当三公主的护卫，这让三公主的小妾们一顿酸言酸语。小绿让小韩好好保护三公主，然后回屋歇息了。三公主心里在想，小绿会不会是生气了？难道两人因为小韩会就此有了隔阂？三公主这是在搬家吗？这帮小妾身为男人连搬东西都不行，三公主可不惯着，勒令所有人都要干活。
干活才有饭吃。原来三公主在变卖家当，她想干什么？小绿这边看着和以前完全不一样的三公主，心生了怀疑吗？三公主知道自己不如其他2个公主，想要一些机缘巧合。这时二公主的团队又浩浩荡荡的出来了，炫耀着女皇赏赐的东西。三公主心里别提多烦她了。只见二公主把玩着这把弓矢对准了三公主，二公主趁机就把箭矢射了出去，飞到一半的箭矢被箭砍断。小韩英雄救美啊！双方护卫马上打了起来，可惜小韩武艺高强，二公主的护卫被打得七零八落。小韩把三公主护在身边，可真不愧是三公主的恶犬。三公主边叫嚣着二公主，这边身为恶犬的小韩反驳三公主。小韩说才养了几天就说自己是恶犬，小韩也太不配合了。俩人当着二公主的面就吵了起来。二公主被晾在一边，生气地讽刺三公主的护卫，而旁边的二公主美男团也在挖苦小韩。可三公主就是喜欢，一把拉过小韩，还用手摸了摸了小韩的胸。小韩脸红害羞，抓住三公主的手，不小心太用力伤了三公主。这边小绿知道三公主受伤，想要责罚小韩，但三公主解释了原因。小绿非但不罚，还要罚得更重，小韩自当甘愿受罚。结果三公主当场生气，小绿有些心伤，说公主您的事情我就少插手了。侧驸马们劝说着还在生气的三公主，三公主想要出去冷静。小白端来侍寝牌子不知所以。小绿和三公主生活数年，如今是第一次吵架，两人的隔阂是越来越大。